好，我们说一下伊朗集训队的3、4这两道几何题。这两道题呢，确实都是些大结论拼起来的，所以比较没有什么意思。我们简单的都讲一下。第一个题呢，他说你这儿有一个三角形 ABC， 然后他取了 BC 的中点 M， 然后呢，做一个与 AB、AC 都相切，然后与它们切于 EF 的圆。这个圆基于一些原因我们先不做。然后由 M 出发做出来两条切线，然后交于 PQ。好，这些位置描述这都是国外没有如图的题所特有的。然后他说，如果你的 PM 和这个 BF 交于 X， 然后这边形成一个类似的焦点 Y， 最后他说了一句关键的话，如果 2PM 等于 BC， 证明 XY 与这个上面这个圆相切。首先你要明白 2PM 等于 BC 这个条件是非常强力的，因为 MP 是等于 MQ 的，然后 M 又是中点，所以这就是说 MB、MP、MQ、MC 是相等的。我们先把一些显然的结论都导出来。于是我们有 MP 等于 MQ 等于 MB 等于 MC。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圆做出来，我们设圆 BCPQ， 我们就记为圆 M。那么圆 M 与上面的这个圆欧米伽是正交关系。好，另一方面呢，我们知道这里 BPC 是90度 ，BQC 也是90度，所以我们把这两个连起来。这个画的会非常不像。我们把这个完全四边形补足。另一方面，我们做 BP 交 CQ 于 R， 然后 BQ 交 CP 于 S。那我们知道 PSQR 所决定的这个圆是与圆 M 也是正交关系。于是圆 PQRS 与圆 M 也正交，就是完全四边形嘛。然后过 PQ 与圆 M 正交的圆显然只能有一个，所以 PQRS 这个圆就是 PQEF 这个圆。它就是圆欧米伽。然后现在我们把这个圆画出来。然后他说的东西是什么呢？他说的东西是 BF 与 PM 的交点，这是一个交点。然后另一边呢是 NP QM 与它形成的另一个与 CE 形成的另一个交点。这两个问题当然是对称的，所以我们实际上只需要证明 BF 和 ME 形成的交点，这是极限的性质嘛。我们过 S 做圆 PQRS 的切线，交 MP、MQ 与 X 一撇 Y 一撇。那么很明显 BX 一撇 F 是共线的，因为它们就是在 C 对这个圆的极线上。
显然 b x 一撇 f 均在 C 对圆 PQRS 的极限上。好，这个问题就做完了。所以左边的 x 和右边的 y 实际上就是 B 对 C，B 和 C 对这个两个元素的极限，它们当然是在这条线上。这个题其实你就是要背下面这个完全四边形的这个结论。完全四边形这两个直角形成的这个圆，实际上是与下面这个圆正交的。知道这一点就这个题就没有什么可做的。这是问题3。问题3比较没意思，纯背结论。问题4要有创意一些。它就是给了你三角形 ABC 两边的两个垂足 EF， 垂线我就不画了。然后它把 EF 连起来 ，BC 这连起来，然后把角平面线划出来一个 M 和 N， 然后 M、N 各自做垂线形成一个交点 P， 然后让你证明 AP 是过 BC 中点的。这个题做法太多了，而且还挺有创意的。我觉得最简单粗暴也合理的做法就是你直接解析就行了，计算量一点都不大，因为你 E 和 F 的定好 ABC 之后 ，EF 位置是非常容易求的，然后 M 和 N 分 EF、BC 的比例是很容易求的 ，P 点的位置稍微算一下就出来了，计算量其实真的很小，这我觉得是最好的做法，真的比那些花拳绣腿管用多了。然后我们来讲点花拳绣腿吧。你稍做计算就知道，这里面 PMN 是一个等腰三角形，这个倒一下角就是了。然后呢，这个 P 呢 ，AP 过 BC 的中点 ，P 点跟 BC 的位置太恶心了，所以实际上你比较理想的是你在这儿画一条平行线，那么你只要证明 P 是这条平行线的中点就行了。所以基于这个原则呢，我们把这个图稍微放大一点点。我们以 N 为中心，把三角形 NPM 放大成三角形 NOA， 这当然是完全可以的。呀，这会不会显得 O 点是在 EF 上的？实际上并不在 EF 上啊。然后呢，我们以 ON 为半径 ，O 为圆心来做圆，做圆 O 过 AN， 交 ABAC 于 RS。
然后我们把这个圆做出来啊，我们就先假设这个鸡蛋是个圆好了。那么很明显，由于这个是角平分线，所以弧 NA、NR 和弧 NS 是相等的，所以 RS 就是我们要的平行线。然后你这个 ON 垂直于 RS 也是明显的，所以你任务就只需要证明 P 就是这个在 RS 上的这个焦点就可以了。而且从结论来看 ，P 也必须是这个点，否则这个题的结论是错的。于是我们有弧 NR 等于弧 NS， 所以 RS 是平行于 BC 的。好了，下面我们就随便导一导好了。且多写一句 ，ON 垂直于 RS， 任务就只用证 P 在 RS 上就可以。这个还是蛮好证的，因为你这个 BE 不是已经在这儿了吗？然后这里面所有的比例我们都可以拿出来算。我们有OP 这一段长比上 OR 是半径，所以也就等于 ON。OP 比 ON 这个只是个简单的平行，所以它就是 AM 比 AN。然后三角形 AME 和三角形 ANB 之间的这个相似，这个没什么可说的，对吧？所以它就是 AE 比 AB。AE 比 AB 是什么玩意儿呢 ？AE 比 AB 就是 cosine 角 A。然后同时，这个角 ROP 显然是角 A 嘛。对吧？所以这说明 OP 它就是 O 对 RS 的垂线，所以 P 为 RS 的终点。那这个题还有什么可做的？所以 AP 当然是穿过 BC 的终点了。这是稍微创意一下的做法二。做法二其实就是我们需要这么一条平行线，然后最后是通过圆来实现的。如果你不用圆，其实也能做出来，因为位置关系都是很清楚的。啊，这是法二。惯例我们会讲一个比较简洁的法三，对吧？证法三还是真的很需要观察能力。这位置关系都跟刚才画的那个图不一样啊！糟糕！画图能力太捉急了，应该是这么写，再这么写，对。
啊，这个位置关系就随便看一看，反正我们也不太用得着。这个画的太糟糕了。然后这儿是我们把 BC 的终点写出来，然后再把 FE 的终点写出来。然后呢，我们再把 A 对 FE 所做的垂足也写出来。然后呢 ，A 对 BC 所做的垂足就恒定为 D， 我们也把它写出来。好，这个用蓝笔来画吧。我们把这一堆东西都做出来。我们做 AT 垂直 EF，AD 垂直 BC 与 TD， 这是这两个三角形分别做高所弄出来的垂足。EF、BC 的终点 Y 和 X。好，然后呢，我们注意到上下这两个三角形连带它上面的这所有的点是相似关系。三角形 AEF 是相似于三角形 ABC 的。这里面应该精确的说法是三角形 AEF 连带它的垂足 T， 终点 Y， 角平分线所分出来的那个点 M， 和三角形 ABC 对应的三个点垂足 D， 角平线分出来的 N 和终点 X 是相似的。是不是画个小三角形会好看一些？就是你在三角形 AEF 里面，你是垂线弄出来个 T， 角平分线弄出来个 M， 然后终点弄出来个 Y， 然后你在三角形 ABC 里面是倒着顺序反过来，垂线弄出来一个 D， 角平分线弄出来一个 N， 终点弄出来一个 X， 然后这个三角形连带它们上面的三个点是相似关系，所以 YMT 和下面的 DNX 在 EF 和 BC 上的位置是成比例，所分出来的比例是相同的。于是 YMT 分 EF 与 DNX 分 BC 比例相同。我写的顺序不对啊，这边用了 YMT， 这边就得用 XND。好，所以把这张图整体忽略掉啊，我们只看这个 EF 和 BC 这两条线。现在过它们的对应点，在 EF 上做过 T 的垂线，与在 BC 上做过 D 的垂线，这两条垂线是交于顶点 A 的。第二个，在 EF 上过 M 的垂线和过 BC 上过 N 的垂线，它们是交于 P 的。然后第三个，在 EF 上过 Y 的垂线和在 BC 上过 X 的垂线是交于 X 的。这个是因为 X 实际上是下面这个圆的圆心嘛，它是 BCEF 的圆心，所以 X 当然在 EF 的中垂线上，这个交点就是 X。此三交点 APX 是共线的。解了。这个做法是非常的简洁，缺点就是需要相当的观察能力。
好，这样第一套卷子我们就讲完了，然后我们讲 test 2。主要我也没有机会去伊朗国家队，我真的不知道他们这个 test 1、2、3到底是什么关系，相互非常奇怪。test 的3明显比1、2要难一些，很明显，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国家队选拔。这些题跟我们的冬令营到集训队之间的题的难度是相当的，差不多。我们来说 Iran 的 test 2。从问题1说起，问题1又是一个函数方程。这个为区间这句话不知道是干嘛用的啊？但是上面那个条件看得明白啊，对于任意实数这两玩意儿相等。又是标准的解函数方程的技巧。作为解函数方程多年的人啊，首先你一看到这个式子，这里面没有多少可以利用的条件，然后我们要取一些特质让这个函数方程很好解。最容易看到的就是你左右这两个 f， 我很希望里面的东西是完全相等的，对不对？ f 若干和 f 若干相等，这样就可以立刻抵消，得到很好的结论。那么在这个问题中呢，我们希望 y 加 f(x) 是等于 x 加 fy 的。然后你立刻看出来，要想使这件事成立了之后，那么 x 就必须等于 y， 所以这件事只有在 x 等于 y 的时候有解。注意，若 x 加 fy 等于 y 加 fx， 则立刻推出来 x 等于 y， 所以不可能存在 x 不等于 y 使得这件事成立。而这件事呢，就跟这个 fx 减 fy 除以 x 减 y 扯上了关系。在它们相等的时候，这个比值才会取1，所以这说明这个区间里面没有1。于是，对于任意 x 不等于 y，x 加 fy 是不等于 y 加 fx 的，所以 fx 减 fy 除以 x 减 y 是不等于1的，所以1不属于 i。写出这个之后，你基本上知道你要干嘛了。为什么要说它是个区间？我们只要给这个区间里面找一个大于1的，再找一个小于1的，立刻就知道1必须在这里面。所以原题的条件实际上就是它里面只有大于1的数，或者是只有小于1的数。所以我们下面要干的事儿就比较简单了。我们设 t 等于 i，t 属于 i。然后呢 ，fx0 减去 fy0 是等于 t 倍的 x0 减 y0。然后呢，我们有一组 x0 y0的值，我们就可以带到上面这个东西去继续算。所以 fx0 加上 fy0 减去 fy0 加上 fx0，然后呢，除以下面的 x0 加 fy0 减去 y0 加 fx0。这也是一个区间里面，这也是属于这个区间表述里面的一个元素嘛。然后它我们是能算的，因为上面这两个东西的差就是 x0 和 y0 的差，然后下面这两个东西呢 fx0 减 fy0 的值我们下面已经得到了，所以它等于前者上面是 x0 减 y0， 下面是 x0 减 y0，
加上 t 倍的 x0 减 y0。我是不是算错了啥？这儿有个括号没写，所以这是减去 t 倍的 x0 减 y0，所以是等于1减 t 分之1的。这个计算过程是合法的，下面不可能等于0的，这个很容易看出来。好，所以这说明呢，只要 t 在区间里面，那么1减 t 分之1也在区间里面。有了这么生猛的条件，基本上这个题肯定做出来了呀。你的区间 I 里面肯定是有东西的，对不对？因为你这个函数是确实存在的，所以可以算出一个比值来。所以我们简单的丢进去算一下。若 t 大于1，则1减 t 分之1小于1，矛盾。也就是说，你这个区间里面如果有大于1的元素，那我们1减 t 分之1就是一个小于1的元素，然后这个区间里面就必然有1，就挂了。如果你这个区间里面有0到1之间的元素，那么你的1减 t 分之1就是大于1的，这也矛盾了。所以你这个区间里面只有小于等于0的元素。若你的 t 小于等于0，那么1减 t 分之1是一个大于0的元素，它就归结到上面这两种情况了。所以我们要编个号，1、2、3。那么由1、2同样矛盾。所以你这个区间里面不管有什么都导致矛盾，所以此种 f(x) 是不存在的。接了。顺带说一下，伊朗人的恶趣味确实很喜欢出这种求所有 f(x), 然后此种 f(x) 不存在的题。这个表述也是没有问题的，求所有嘛。好，然后我们说一下问题2。问题2是一个纯粹组合性的问题。他说你甲和乙呢，甲可以选2018个向量，然后选完了之后，甲再先手挑向量，然后大家首尾相连把它连成环，然后要让它不自交。你基本上一看这个设置条件，甲负责选向量，这就已经很逆天了，然后甲还第一个放。你想这甲还能赢不了吗？正常你就得猜甲能赢，是不是？然后呢，怎么样选这个向量比较好呢？其实从甲的角度，你其实很容易想明白他应该选一个什么向量比较好。甲最理想的情况呢，是可以选这些东西，叫做1009个正一，1009个反方向，然后他们就在这儿拉锯，最后回去了。显然从纵向上看是没有自交的，然后横向上看呢，它拖成了一条线，也不会有自交。但是呢，这个是不符合要求的，这样不叫闭环，也不能说它不自交，所以你要做一个跟它差不多的东西。这个是理想状态，不太好。所以呢，你甲稍微改进一下，
你选一个跟它长得差不多的东西就行了。甲就选纵方向上还是要有一点点变化的，不然你不算闭环。你甲就选一个向上一点点的向量，它走一个 epsilon， 然后呢1009个往这个方向上走很远很远的向量，然后和1008个往回走的向量。它得是2017分之一不朽，然后1008个，它还得跟它有关，所以是负1009分之1008分之1009倍的 t， 负2017分之一不朽。啊，这个嘛，其实跟上面那个东西没啥区别吧，也是一堆拼命往左和拼命往右。你用它们搭来搭去，在纵方向上是不可能出现任何问题的，横方向上你就只是算个距离的事情而已。然后你可以把 t 取得大的没边，这个伊普西龙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个就跟横方向上考虑问题差不多的，要让它不自交太容易了，不自交差不多实际上就是让你的横方向上变量一直不到0。好，把这一点想清楚，我们随便瞎写写就可以了。甲的任务就是取向量，我们把向量全都解析化。向量0、2017，这个向量叫做 A 向量啊，它长这样，就是往上走。然后呢，1008个正1009负1，它是往右边走。然后1009个负1008负1，这是往右走。这个叫往右走，这个叫往左走，这个叫做可以忽略不计。啊，然后第一步把向量 A 给它选了。第一步选择向量 A， 甲选择向量 A， 然后选完了之后呢，乙比如说他选择了向量 B 啊，比如说乙选 BC 之一，然后你就永远只选这个方向就可以了，因为你的目的就是永远不回来跟你这根竖着的线自交，则甲永远选乙此次所选者，直到 BC 之一选完。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构造当然是合题的，比如说乙第一次选 B 之后，我就再选 B， 然后这之后你乙不管怎么回头，我们所连出来的这一系列向量最终回来，而且每一次我选出来的向量从纵方向上看是越来越往下，所以它们在水平方向上是不可能自交的。然后由于第一次乙选了一个 B， 甲也跟着选了一个 B， 然后以后甲永远只选 B， 你简单的做计算就知道这个向量的坐标永远不会回到0以后，就不会到这根向量的左边区域，所以在数值方向上它也是不可能自交的。不难判断它是不可以自交的。这就做完了。实际上就是选了一个跟在实数轴上来来去去的东西差不多的玩意儿，只是它要求是个图形，所以我们就给它一点点高度。
好，最后的时间我们讲一下这个问题3啊。作为压轴题吧，难度是足够的，就是这个问法太沉了。他又来了一句，你所有的 AI、AJ、AK 减1，他说存在无穷多个质数，使得这个质数 P 整除这样的一个结构。这种问题呢，一般都是反过来的，那么就是若不然，则一切的 AI、AJ、AK 减1仅有限种质因子。P1 到 PM， 这样的题我快讲了不下20道了，都是一个套路啊。这是说所有的 AI、AJ、AK 减1，我们把它的质因子全部列出来，合并到一起来看，它只有 M 种质因子 P1 到 PM。然后一般我们干的事儿都是什么呢？我们找 AI、AJ、AK 减1特别大，你把 I、J、K 都取到特别大，让这个数本身特别大。这个数本身特别大之后呢，我们限制它，比如说你还是只含有 P1 的10次方、P2 的10次方到 PM 的10次方，但是你本身又特别大，那你不就矛盾了吗？你要强行说它的质因数分解里面有一个新质因子，这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你可以说啊，它里面含有的 P1 到 PM 都不是特别多，但是它又大的没边，这不就很容易搞出问题来了吗？我记得冬令营好几年考的题都是差不多这个指导思想，就是你很难去说明它的新质因子长什么样，但是你可以说明它含的那些比较老质因子都不太多，它又特别大。我记得有一年提一个说什么质因子种类和质因子大小的题，就差不多是这个思路。你要弄它有大质因子那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你可以说它比较小的质数都含的很少。我们前面第3轮数论的第4题也是这个思路嘛，就是小的东西它都含的很少。然后我们先做一些简单的处理工作。我们知道数列 AN 中有无穷项模 P1 到 PM 同余，我们把它取成子数列 Bn。那么这个子数列 Bn 也是合乎题目要求的，对不对？就是你把原来那个数列 AN 抽一部分出来，它还是合乎要求的。然后呢，这些家伙呢就模 P1 到 PM 同余，但是这个时候 P1 到 PM 中可能有一些家伙就没用了，因为你原来的 AN 满足 AI、AJ、AK 减1里面有质因子 P1 到 PM， 现在你这个子数列里面可能 P1 到 PM 的有些质因子就不再可能含有了，我们把这一部分也给它排除掉。我们设 BI 始终是被 P1 到 PM 除以 T 的。如果某个 Pj 属于整除 T， 则 Pj 永不为 B lambda B mu B 随便找个字母 B 1 减1的质因子。这不是废话吗？它当然不能整除这家伙了。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 Pj 给它扔了，从这里面开除掉，在 P1 到 PM 中就去掉 Pj， 反复去掉这些没用的家伙。那么最终你这个 T 就不可能被 P 余下的那些质数整除，因为能整除它的实际上就应该被踹到外面去。所以最终呢，你可以这么来做这个简化的数列。最终你可以设初始的数列 AN 是合乎题意的， AI、AJ、AK 减1只有限种质因子 P1 到 PM，
然后它们全都是同余的，它们模 P1 到 PM 乘 PM 是全都同余的 ，P1 到 PM 都不整除这个 T。这个不难实现，对不对？就是说，也就是说，你可以假设最初的那个数列，它含有的质因子 P1 到 PM， 它的每一项都与 P1 到 PM 互质，而且所有的项都模 P1 乘到 PM 同余，所有的项模 P1 到 PM 同余，这个条件其实没用，只是顺带副产品。哦，对，这儿另外还导出来一个结论，所有的 AI 都肯定不为零了，对吧？那么显然，对于任意 i，AI 不等于零，对，它们就全都不为零了。好，然后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干活了。取借 k 充分大，且 a 借 ak 也充分大。这个设定是没问题的，你是个无穷数列嘛，我一直往后走，不见得越来越大，但是一定有充分大的项。好，然后对任意 m 属于 n 正给定。我们 a1 倍的 a 借 ak 减1 a2 倍的 a 借 ak 减1，然后一直到 am 加1倍的 a 借 ak 减1，这 m 加1个数都大的没边。你要大的没边，你又只含 P1 到 PM， 所以这说明你肯定有一种质因子的含量是比较多的。然后这儿有 m 加1个数，所以肯定有两个家伙含的含量比较多的那种质因子是一样的。我们把这两个家伙揪出来，它们中必有两项均为 Pi 的 m 次方的倍数。好了，我们把它拎出来。我们假定是 Pi 的 m 次方，同时整除 a 借 ak 乘上，哎呀，字母快没得用了，用啥呢？t 也用过了 ，ab1 吧 ，ab1 减1，它同时也整除 a 借 ak 乘上 ab2 减1。所以这就告诉我们 Pi 的 m 次方必然是整除 a 借 ak 乘上 ab1 减去 ab2 的。前面说了 a 借 ak 都是与 Pi 互质的，这里面每一项都与它互质，所以这两获的差是被 Pi 的 m 次方整除的。m 是我们随便找的，想多大就多大。然后你这两差呢是 a1 到 am 加1中的两个家伙的两差，所以这肯定是能给你搞出矛盾的。解了。好，我们课间休息。
好，好，我们继续说这些问题啊。我们说一下第二次测试的问题4。稍等，这个有电的 pad 好像它的信号连接又不是很稳。刚才那个 pad 没电了。好，我们说问题4。问题4呢，它提到说一个数呢，如果能表示成一堆3的方幂和5的方幂的和，它就认为它是还算好的。然后让你证明存在无穷多个不是还算好的数。这个题最有意思的是，你怎么样去说明一个数是不算好的？因为它被写成3的一堆方幂和5的一堆方幂和这各种组合是非常非常多的，你很难说清楚一个数能不能写成一堆3的方幂和5的方幂的和。然后你怎么样去确定一个数 n 肯定不能写成一堆3的方幂和5的方幂的和呢？一个比较简单的想法是，你让3的0次方、3的1次方一直到3的 a 次方是小于等于 n， 然后 n 不超过3的 a 加1次方，然后5的0次方、5的1次方，然后一直到5的 b 次方是小于等于这最好写 b 减1好了， a 减1和 b 减1，然后呢它不超过5的 b 次方。然后只要你这些比 n 小的3的方幂和5的方幂加到一起没有 n 这么大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它肯定不是还算好的嘛，因为所有比它小的方幂数全都加到一起没有它大，那它是不可能表示成这种结构的。然后这个从大小上看有没有可能呢？确实有可能，因为你从这个结构上来看 n 应该尽可能大比较好，所以最好的情况是 n 约等于3的 a 次方约等于5的 b 次方啊，这是分析，所以我们可以瞎写啊，跟搞物理的人一样来。3的 a 次方和5的 b 次方和 n 这3个数超接近的，就差个1、2。然后呢，那么3的0次方一直加到3的 a 减1次方呢，原则上它不超过3/2倍的3的 a 减1次方，对吧？3的 a 次方跟 n 差不多，所以这个东西呢，原则上不超过2/n。然后5的0次方一直加到5的 b 减1次方呢，它加到一起不超过5/4倍的5的 b 减1次方。5的 b 次方差不多等于 n， 所以原则上呢不超过，我们还是用约等于吧，这用不得这个约等于4/n，所以这留下的余量也是没有问题的，它是2/n和4/n嘛，所以我们强行塞一个东西进去都不要紧。就是这里面其实还可以再加个什么11之类的，还是没有问题。所以你的任务就已经差不多了，任务是找3的 a 次方约等于5的 b 次方 ，n 比它们略小那么一丢丢。好，怎么样去找这个3的 a 次方约等于5的 b 次方呢？我们来稍微估算一下啊。我们要让5的 b 次方介乎于3的 a 次方到3的 a 次方乘以1加伊普西隆之间，对吧？就让它们落到一定的倍数之间。那么呢，我们肯定是取对数来说明这一点。这等效于要让 a 倍的 log3 跟 b 倍的 log5 比较接近，接近到什么程度呢？ a 倍的 log3 再加上 log1 加伊普西隆，那就是另一个新的伊普西隆了。这叫伊普西隆1，这叫伊普西隆2，然后落到这个范围内。然后你把这个 log3 除掉，所以实际上这就是要 b 倍的 log5 除以 log3 这样的一个数落在一个整数 a 的附近，它要落到 a 加 a 和 a 加伊普西隆3之间。熟知问题。log5 比 log3 是一个无理数，我们当然可以找到这个无理数的整数倍，然后使得它的小数部分充分的小，这当然是可以做到的。所以下面要干的事儿就非常简单了，我们随便来写一写。对于任意伊普西隆大于0，然后你这个 log5 比 log3 是无理数，我们有 log5 比 log3 是无理数，故存在充分大的 b 属于 n 正，使得 b 倍的 log3 分之 log5 的小数部分是小于伊普西隆的。这个应该我们不用讲吧？这个是应该是非常非常经典的结论。无理数的整数倍是可以落到任何的小区间里面去的。然后呢，即 b 倍的 log3 分之 log5 取整等于 a。那么我们有 b 倍的 log3 分之 log5 是大于 a 小于 a 加伊普西隆的。然后后面就是无聊的干活，把 log3 乘过去。所以 a 倍的 log3 小于 b 倍的 log5 小于 a 倍的 log3 加伊普西隆2。反正也是个由伊普西隆决定的常数。是不是我们还是得老老实实写，不然待会儿不好说清楚。然后再把它放大10，做10的方幂，
那么也就是3的 a 次方小于5的 b 次方小于3的 a 次方乘以3的伊布西蒙次方。好了，搞定了。这个时候我们取 n 等于3的 a 次方减1，于是一切比 n 小的3、5的方幂和为3的0次方加到3的 a 减1次方加上5的0次方加到5的 b 减1次方，它是小于3/2倍的3的 a 减1次方加上5/6倍的，我是不是写错了？应该是5/4倍，4/5倍的5的 b 减1次方。反正原则上它不会超过3/4倍的5的 b 次方啊，5的 b 次方就比3的 a 次方大那么一丢丢，所以它是小于 n 的啊。所以呢，这个 n 确实是不是还算好的。好，很显然我们这样的造 n 的办法是无穷无尽的，对不对？我们可以无限制的再找出新的更大的 b 和对应的 a。显然此种选 n 方法无穷无尽，应该叫此种方法选出的 n 是无穷的。这个题的主要技术含量就是前面这个家伙，就是你要去想到这个东西是3，就是我要去把比它小的家伙拿到一起，纯粹用大小来处理它。然后还有这里面是稍微有点技巧的，就是你要让3的 a 次方和5的 b 次方很接近，然后是接近到什么程度呢？用这个办法卡可以卡的比较好一点。直接用倍数的话，你会玩脱，就是最后倍数就跑到外面去了，所以最后卡的是这么个东西。当然这也是一个纯粹的小结论。然后这个信号式应该不用证吧，我们就不写证明了，信号式自己证吧。这是经典的老结论。就是问题3，问题4。说实话，作为1、4题，这个4是偏难的，这个题并不算特别好做，要稍微想一想。就我感觉这些年，无论中国、伊朗，还有我去的以色列、沙特、美国，其实他们的出题难度不是那么固定的，就不见得是1小于2小于3，4小于5小于6也不一定，然后3和6的难度也不是很确定。就是考试的时候，其实你应该思维更灵活一些，不要见到一个不可能出现的题就惊慌失措。大家的风格都在变化，而且总有一些出题人自己想不到的问题。我相信出这道题的人肯定认为它和1的难度是相当的，他肯定是这么认为的。考试不要慌张。我好想用现成画好的图，算了，我们还是重新画一个吧。
啊，它就简单的给了你一组 AP 等于 AQ，AB 等于 AC， 然后呢做了 AQR 的内切圆，然后它让你证明这个过 BC 做圆 I 的做这个内切圆的切线，然后焦点是在这个大圆上的。这个题首先你要看明白它让你干了什么。我们记圆 ABC， 我们把它记为圆 O， 然后 AQR 的内切圆我们记为圆 I。然后呢，如果 BC 关于，我们写一下，如果 BC 关于圆 I 的切线是交于 O 上面一点的切线，如果交于圆 O 上一点 M， 那么 MBC 这个三角形它的内切圆就是圆 I， 外接圆呢就是圆 O。 这是不是很有意思的东西？实际上它就是让你证明这个三角形是以圆 I 为内切圆，圆 O 为外接圆的。这应该是我的几何讲义入门篇的一个例题啊，然后也是这个彭赛列闭合圆定理的一部分。哎，真的是很小的一部分，因为彭赛列处理的主要是什么10边形、15边形的情况，这是个三角形。反正就是只要若已有一个三角形以圆 O、圆 I 为外接内切圆，则原题要证的结论就是成立的。这真的是个经典的小结论，我们简单的来证一下，证明思路也特别简单粗暴。好，我们来把这个引理证了。我们下面来证明这个小结论。我们把图画出来，我们假设确实有一个三角形已经以圆 I、圆 O 为内外切圆，然后呢，我们做 BM 切圆 I， 然后与圆 O 交于 M。然后 BI 交圆 O 于 T，IR 是垂直于 BC 于 R 的，然后这个小角是西塔。然后我们干的事儿就是把那个算 OI 长度的定理，然后我们再把它倒过来重新算一遍。我们知道已经有一个三角形以圆 O 为外接圆，然后以圆 I 为内切圆的，那么我们有 OI 的长度是等于大 R 方减2倍的大 R 小 r 的，对吧？这是必然的。然后那么反过来，这就说明 I 对圆 O 的幂就是2倍的大 R 小 r， 于是 BI 乘 IT 就等于2倍的大 R 小 r。
但是呢，你这个 IR 是等于小 r 的，就是等于这个小圆的半径的，所以我们有 BI 是等于小 r 除以 sin 西塔的。所以呢，你这个 IT 呢，就等于2倍的大 R 乘以 sin 西塔。2倍的大 R 乘以 sin 西塔，那么就是这个角西塔所对的这段弦 CT。所以这就把鸡爪定理倒过来了。我做关于角平面线做到这儿，然后我有这个 Ti 等于 Tc， 那这个 I 当然是内心了。所以 I 为 BMC 的内心，那就证完了。所以呢 ，BMC 这个三角形是以原 I 为内切圆的。这一系列定理说的差不多，就是说，如果有多边形，外面接一个圆，然后里面切一个圆，那么你从随便圆里面找一个点出发，沿着这个圆一直不停的做切线，最后它总是会闭合回去的。然后三角形是它的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好，有了这个引理，这个题就随便做了。我们的任务就是给原 I 找一个圆内接三角形，以它为内切圆。我们有的条件就是它是 AQR 的内切圆，所以我们要在里面找一个跟它 AQR 差不多的三角形。AQ 我们已经知道是等于 AP 了，对不对？那么你后面要干的事不是显然的吗？我们应该把 AQ 延长，交到 S， 然后把 PS 连起来。好，这个图还得重新画，真讨厌。好，第二部分我们随便写一下。我们延长 AQ 交这个圆 O 于 S。然后我们的任务是要证明这个 APS 和这个 AQR 是全等的。然后这里面我们已经有了 AP 等于 AQ， 剩下的任务我们简单的导一下角就可以了。我们把这个 PS 连起来，然后我们观察这个角一和这个角二，角一、角二所对的弧是完全不同的。角二所对的弧也就是 AP， 它是弧 AP 角度的一半。然后弧 AP 呢，就是弧 AB 减去弧 BP。然后弧 AB 显然和弧 AC 相等，所以就等于一半的弧 AC 减去弧 BP。好，弧 AC 减去弧 BP， 这就是角二所对的部分，所以这个这就是角一所对的部分，所以角二是等于角一的。然后呢，这两个顶角显然是完全相等的，然后又有 AP 等于 AQ。所以这两个三角形是全等的。
然后你把这个三角形绕着原 i 做一个翻转，那么它当然原 i 还是它的内切圆。啊，写是几句话，你在考场上要把这个道理写清楚，你就慢慢证吧。道理是很简单的，你关于对角线做一个翻转，当然还是内切圆。这就是问题5。这个题其实主要就是你要观察出这个东西，然后就只是一个它有三角形以它为内切圆、外接圆的结论而已。而且这个小结论真的是个很基础的结论，就是我的几何讲义真的是应该是前5讲之内就会讲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结论很有用嘛。好。然后剩下的时间呢，我们不讲问题6了，我们挑 test 的3里面的一部分题讲一下吧。时间不拖，我们就挑有意思的题讲吧。我们讲 3.5。还是红笔比较好看。他说呢，给定 2n 减一个不同的正整数，其和为 s， 求证至少存在这么多种办法，使得它的和超过一半。2n 减一个不同的正整数，然后选 n 个和大于等于一半，然后有至少 c 2n 减2 n 减1种办法。他提出来这么多办法，我们就讲这个题的2种证法好了。法1，当然我们设这些数为 a1 到 a 2n 减1。法1就是背结论狗的做法了，就是你注意，你要找 n 个数，它的和超过一半实际上是比较容易的，超不过一半是比较困难的。如果超不过一半，说明余下没挑的那 n 减1个数，它们的和是大于一半的。注意到每 n 个数和小于一半，那么都一一对应的有 n 减1个数和大于一半。对吧？然后呢，这 n 减1个数的性质就比较厉害了。你简单的观察一下，任何这样的合题的 n 减1个数，任何和大于一半的 n 减1个数，两必然有公共元。这个道理是显然的。如果你在这里面找到这 n 减1个数的和超过一半，这 n 减1个数的和也超过一半，然后它们没有公共元，那它们合到一起，这 2n 减2个数就已经比总和大了。否则，这 2n 减2个数之和即大于总和。
好了，我们把它说的稍微标准一点，也就是说，这些 n 减1个数的集，即上述的 n 减1个数集为 A1 到 AM。那么刚才说了半天的这些东西是说什么呢？刚才说的就是 A1 到 AM 两两有交。好，你是背结论狗，现在已经做完了，直接上 EKR 定理。若 A1 到 AM 均为 T 原集 ，A1 到 AM 都是1到 n 的子集，就是它是个 n 元集的子集，然后 T 呢小于n，大于n的时候没什么可做的。对于任意 i 不等于 j，ai 交 aj 不等于空集，则 m 最大值，我直接写最大值吧，最大值为 cm 减1 t 减1。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是一清二楚的。这 m 个 t 原集要两两有公共元，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它们都含有1，然后从剩下的 m 减1个元中随便找 t 减1个，粘合到一起，就变成了一个 t 原集。所以这个值能取到是显然的。这里主要要说的它的最大值就是 cm 减1 t 减1。这个叫 EKR 定理，准确的说叫爱多士科绍拉多定理。难得我能背下来几个名字，因为这个定理出现的非常晚，这是6几年还是7几年的一个定理。我读书的时候还被抓去证这个玩意儿。这个定理非常强哈，所以我们来证一下这个定理就行了。证明首先我们说清楚有这个定理就完事儿了。有这个定理，这样立刻告诉你，此种集是小于等于2n减1个里面，它们都是 n 减1元，所以它们小于等于 c 2n 减2 n 减2，对吧？然后你用全集 c 2n 减1 n 1减这个题目就做完了嘛，对不对？所以只要有这个小定理就问题解决了。然后 EKR 定理本身怎么证的？我们这么证。设 A1 到 AM 是合题的，然后我们把1到 n 写成一个圆排列，那么这样的圆排列呢，有 n 减1的阶乘种。然后对一个圆排列，我们已经写好的圆排列，如果它其中连续 t 个数就是某个集合，我们就说这个集合在这个圆排列上。若其中连续 t 个圆排元素构成某个 ai， 称 ai 在其上。好，我们就说这个集合 ai 在这个圆排列上。那么一个集合出现在多少圆排列上呢？这个很容易判定，你只要把这个集合的元素随便，它是 t 个元，随便排成一列，再把剩下的 n 减 t 个元素按顺序排成一列，然后画成一个圈，那么这就是一个包含它的圆排列，则 A1 呢，它会恰好在 t 的阶乘乘 n 减 t 的阶乘个圆排列上出现。大概就是这样了。好，然后我们来分析一个圆排列上最多能有多少个集合。考察一个圆排列，
我们来个最简单的原排列，我们就假设是 A1、A2 一直到 AN 的这样的一个原排列。好，我们假设 A1 到 AT 就是一个集合，不妨设集合 A1 等于 A1 到 AT 在其上。好，我们现在看其他的在它上面的集合，它们就变得非常尴尬了。所有的集合在这个原排列上表现呢，它都是连续 t 个元素，所以呢，它们都必须与这连续 t 个元素有交，所以它们只能是以下这些种类，那就是从某个元素开始顺时针数到 A1 为止，从某个元素开始顺时针数到 A2 为止，一直到从某个元素开始顺时针数到 AT 减1为止。顺时针数到 AT 的那个就是 A1 到 AT 啊，那个不能算的。然后第二，顺时针从 A2 开始数到 AT 加1，顺时针从 A3 开始数到 AT 加2，然后一直到顺时针从 AT 数到某个元素叫做 A2T 减1，一共就这 2T 减1个连续 T 元能跟这 T 个连续的元有公共部分。所以其他集合 B 为从某个数顺时针数到 A1， 某个数顺时针数到 A2， 一直到某个数顺时针数到 AT 减1，和从 A2 开始顺时针数到某个数，应该并排写。A3 开始顺时针数到某个数，一直到 AT 开始顺时针数到某个数之一。好了，然后你再观察，从某个数开始顺时针数到 A1 和从 A2 开始顺时针往下数 t 个数，这两个集合是不能同时取的，因为它们没有公共元。从某个数顺时针数到 A2 和从 A3 开始顺时针数 t 个数，它们两个也是不能同时取的，因为它们也没有公共元。一直到最后一组，它们都是一样的困境。注意，同行的两个是不可以同时取的。所以一个原排列上最多只能有 t 个集合。所以这说明 m 乘上 t 的阶乘 n 减 t 的阶乘是小于等于 n 减1的阶乘乘上 t 的，所以 m 小于等于把它除过去 c n 减1 t 减1，这就证明了 EKR 定理。由于我是背结论狗，所以这个题我就做了3分钟。好，这个做法其实主要是我要给你讲 EKR 定理，原题没什么可讲的。你不知道 EKR 定理，也不可能弄到这个反面来讲，就是把它转换成一个爱族来考虑。
然后我们讲另一部分啊。真正考试的时候，你跑去证 EKR 定理很累的，对吧？所以也可以绕开这个定理来给个证明。我们就简单的执行一下配对。对一个原排列，对 A1 到 A2n-1 的一个原排列 ，B1、B2、B3、B4， 然后一直到BN 加1，然后一直到 B2n-1， 对，它是2n-1个数。然后我们用那种顺时针箭头表示从它开始数 n 个数啊，用 bi， 然后打一个顺时针箭头表示从 bi 起顺时针 n 个数。好，那么容易看到，一看出从 B1 开始顺时针数 n 个数与从 Bn 开始顺时针数 n 个数，这两者中必有一个是合体的。这个道理是显然的，因为你从 B1 开始数 n 个数，然后再从 Bn 开始数 n 个数，你就已经把这2n-1个数全都包括到里面了，你们两个家伙的和就已经超过总和了，那当然有一个是要超过总和的一半的，对不对？好，那么 B2 呢 ？B2 顺时针数与 Bn 加1顺时针数必有一个合体，然后一直往下，这样可以写出一大堆来。所以呢，你在这个原排列中顺时针数 n 个数 ，B1 顺时针数 ，B2 顺时针数 ，B3 顺时针数，一直到 B2n-1 顺时针数。这2n-1个 n 元和里面有一半往上是符合体1的，对不对？所以它们中有至少 n 个合体。然后原排列是随便取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总比例是不变的，所以总的中应该有2n-1分之 n 是合体的。所以总的来说，全局来看，有大于等于 c2n-1 n 乘上 2n-1 分之 n 等于 c2n-2 n-1 种办法合体。解了。简单粗暴的找 n 个数的和。这是考试的时候可以用的做法。当然我更希望你们好好掌握 EKR 定理。背结论狗做这种题真的有优势。多背结论还是比较好的。而且 EKR 定理用的这个手段实际上是个很普遍的手段。证斯波纳定理的时候，你会考虑把所有的东西排成一个直线排列，然后证 EKR 的时候需要圆排列，然后证后面引足更强大的定理的时候需要圆排列，而且对这个排列上的东西进行加权。这都是一些惯用的手段，还是非常厉害。剩下的时间呢，我们不讲题了，我们写到思考题吧。我们写点有意思的思考题。有若干个人，每个人都有奇数个朋友。
啊，这个基数纯粹是为了我的方便，实际上这个条件可以删掉的。然后他们有一个复杂的朋友网络啊，反正每个人都是固定的有基数个朋友，然后每个人呢，他们都支持特朗普和希拉里之一。然后这些活宝全是墙头草，每天晚上每人观察他自己的朋友，然后哪一派多就变成哪一派。每天晚上同时变啊，就是观察一下自己的朋友有多少，然后他们中支持谁的多，好，我就倒戈过去了。基数就是为了这个事儿啊。然后呢，他们就这样变来变去，证明他们的态度会周期性循环啊。这是个给初中生出的题，所以我们得直接来第二问，证明若干天后他们的态度以1天或2天为周期循环。啊，就是若干天之后，他们以周期2循环。你明天的表态和你昨天的表态肯定是一样的。这个题还是比较有意思的。但是现在不应景了，是吧？不应景了就不应景了，就这样吧。好，那我们就下课了。